好，欢迎收看这一期的 USA How It Is。这一集就像我上一个视频已经预告过的，接下来我要做4集关于美国的医疗体系的介绍。这是第1集，是一个整体的综述，这个医疗体系大概是什么样的。好，废话不多说，现在开始。首先，我觉得这个医疗体系非常复杂的一点，这个体系当中有4方选手，第一是医生、医院、保险公司，还有病人。这4方面是相对独立的，这可能是和中国医疗体系不太一样。而且，我觉得在这当中，病人是最弱的一方。接下来我要进一步解释的是医生和医院的关系。可能有些人看到这个标题会觉得有些奇怪，医生和医院，医生应该受雇于医院才对。事实上，在有一些地方是这样的，就是医生受雇于医院，但是，总是有一个但是。我觉得多数的医院的医生，他不是被医院雇佣的关系，而他和医院的关系更像是房东和房客的关系。医院把这个办公室租给他，然后这中间的这个过程，医生是有很高自主权的，医院基本不过问。然后这个过程中，如果他给病人做诊断，基本是完全独立的，医院也不知道他在这个过程有什么东西。如果他需要大的设备来帮助诊断，比如说要做核磁共振、做 B 超、做 CT， 他就会下一个 doctor order 给医院，然后病人到医院去做这样的检查，院方会有专门的 radiologist 这一类的 technician 来解读你的检查结果，你再发给医生。我觉得这一点是和中国医疗体系很不同的一点，这也是我之前觉得这是它的医疗制度很复杂的一点，因为你需要处理各个方面的关系。接下来讲究保险公司。保险公司和医院、医生以及病人的关系就更微妙了。我觉得多数人可能想，保险公司就是病人从保险公司买医疗保险，然后去看病，保险公司给你报销，就这么简单而已。事实上，在美国的医疗体系当中，保险公司是扮演了一个很大的角色。首先，保险公司是医疗服务的团购客户。为什么这样讲？当然，具体的我还会在下一集里面会展开来讲。这里面有一个概念叫做 network， 你买了医疗保险，你不一定你随便到什么地方看病，他都会给你包的，他有他指定的地方，这也就是他所谓的 network。医院为了吸引有更多的病人来看病，他就会和保险公司有这样的协议，比如说在 network 里面的话，他们会有折扣价，最终保险公司付给医院的钱是对其他的零散客户的价格是不一样的。对于病人来讲呢，保险公司更像是一个经纪人、介绍人的样子。如果病人需要看病的话，多数病人会直接先去保险公司的网站上去获得信息，来看哪一些医院医生是在 network 里面的，哪一些不是。在这种情况下，对于病人来讲，保险公司更像是病人获取医疗服务的一个中介。因为就像我前面提到 network 的事情，为了省钱，我当然希望是我已经买了医疗保险了，这样的话我去看病的时候，我希望保险公司付尽可能多的钱，所以我会遵照他的指示去选择在 network 里面的医生以及医院、诊所这样的地方。所以很多人会根据保险公司给的指导方向去找医生。听到这个概念了吗？找医生还会有这样的问题，因为怎么去找医生，去找哪一个医生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不像中国，你要去看病，你就去挂号，你自己去说哪一个科，然后你就会有一个医生来看。而在这里呢，首先最常见的医生是 physician、family doctor， 这个医生他是全科医生，他不分内科、外科什么的，他是全科医生。有最基本的毛病、最常见的毛病都是去找他来看。所以如果你是新的病人的话，你就是给他找这样一个 physician， 然后打电话问他是否接受新的病人，因为有些人他看的病人很多，他就会不再接受新的病人，你就会问他 ask a doctor if you are taking
if you are taking new patient， 如果他接受的话，他就会帮你建立你的医疗档案。接下来的服务会比较 consistent， 就是会比较连续。拿中文来讲，因为我觉得这一点是美国比较好的，美国的医疗体系稍微好一点的地方，它的服务会比较全面联系，更个人化一些。然后你如果有疑难杂症的话，这时候全科医生、家庭医生是没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的，就会有这样一种专门的医生，叫做专科医生 （specialist）。比如说皮肤科、骨科、外科，这些就都是专科医生，他们处理的就是不太常见的、比较专门的病症，甚至还有一些他会在这个专业领域里面专门处理那样一两种疾病，他们的专业细分程度就到这个程度。所以如果你还是那样，如果你需要平常的普通的看病体检的话，要去 physician 那里。如果有更麻烦的情况的话，通常来讲会是 physician 把你 refer 到 specialist， 而不是自己去约。这个具体这个转医生的这个过程，我会在以后的片子来讲。除了专科医生之外，我还有一个医生我要特别提出来的是 pediatrician， 就是儿科医生。儿科医生应该算作专科医生，但是你知道他是看儿科，我为什么要把他专门提出来？因为如果你找 physician 去给家里的孩子看病的话，他经常是不接收的。他会有一些是讲2岁以下的我不看，有一些是我4岁以下我不看，他总是会有一个年龄线。他说你要去找专门的 pediatrician， 因为儿科是一个相对专业的领域，所以家里如果有孩子，尤其是孩子出生前，你就需要去联系好这样一个 pediatrician。等孩子生下来的时候，到医院给孩子做的各种体检啊什么的，都是 pediatrician 来做，不是产科医生来做。你可以看到他们的社会分工会这么细。再就是我怎样可以见到医生呢？这个问题我觉得对于在中国的同学可能会觉得很奇怪，你到医院你不就是挂号就可以见到医生吗？但在美国呢，没有那么简单。你不知道怎么见到医生的话，你就见不到医生。第一是要预约，by appointment 这个文化我不知道是只有中国不怎么讲究 appointment， 还是只有美国特别强调这个东西。通常来讲，看医生要做 appointment， 然后经常剪头发呀，或者是有其他的东西都会提前来跟你预约。如果当你确定找到一个你的 physician 之后，你确定可以看哪个医生了，当你需要的时候就给他打电话。当然现在有一些医院有些医生诊所也可以让你通过网上来预约，但是我试过，我觉得那样不太好用，他还会通过 email 来跟你联系啊怎么样的，我觉得不太好用，还是打电话最好用。打电话到他的办公室说需要一个 appointment， 然后描述你的状况，是你需要体检呢还是需要看病，这2项是分开的。体检的话，我建议你要提前1个月来预约，因为这种不认为是特别要紧的事情。他每天大概一个医生一天只能看这1个2个体检的人，所以他的空档是有限的。如果是要看病的话，据我个人的经验，我没有遇到特别糟糕的就是要等很久的情况。我一般来讲，如果早上打电话的话，当天下午看不到，那么第2天也应该看得到医生。我没有遇到过等待需要2天的。好，如果觉得这个很麻烦的话，还有一种方式就是你可以去 walk-in clinic， 看这个名字就 walk-in 就直接走着去就可以了，或者是 urgent care， 这2个地方是不用预约的。因为不要预约，所以就有一个状况就是要排队。我想说 walk-in clinic 一般来讲是1周开5天，我不知道也许有一些地方会周6开。urgent care 一般来讲都是会周6开放的。而上面这个普通的医生的话，只星期6和星期天是不开门的。如果你在星期6、星期天又觉得必须要去看医生的话，我的建议就是去找一个 urgent care， 自己上网搜索一下。urgent 这个词是紧急的意思，但是它相比 emergency 来讲，它还没有那么紧急。中文不分这2个词。
英语是分开的。还有一个地方就是急诊室 （emergency room，ER）。急诊室首先是全年开放，没有一天关闭。我的建议是，除非你经历什么车祸啊、枪伤啊这一类的很严重的事情，不要去急诊室去看病，因为你不可能获得很好的医疗服务。同时，那里的护士他们的优先级分得很清，你的状况无所谓的话，就是完全可以再等2天的话，你的优先级是最低的，经常可以在那里等到半夜你都看不到医生。还有一个最大的问题是，急诊室的诊疗费用是非常贵的，即使是有医疗保险，去急诊室的费用也是很贵的。所以自己评估一下自己状况，可以等到自己的医生，等到自己医生开门，自己还不会死，那么就等着去自己医生那儿，因为会获得更好的服务，也会看看而且更重要的是，急诊室的医生他对于你其他的这些很普通的或者慢性的病，他是没有什么经验的，他也不是他的专业领域。看这3大类的看医生的方法，写到这儿是不是已经觉得有点复杂了？接下来这个话题，我觉得应该是很多人关心的，就是价格问题。很多人肯定听说过什么西方的医疗服务是免费的，但是这个西方不代表美国。美国的医疗服务，我可以很确定的说，是全世界最贵的，没有国家比它的医疗服务更贵。而且美国的医疗体系，在我个人看来很诟病的一点，就是它表面上看上去像是慈善机构，但它实际是盈利机构。我为什么这么讲？因为如果你去看病的话，它是不会告知你价格的，这是让我很奇怪的一点。打电话预约的时候，它不会告诉你价格，打完电话了之后，你去看的时候，前台也不会告诉你价格，直到最后你看完了，会把账单发到你家里来，然后你才知道这个到底花了多少钱，然后就要为此付钱。所以这就带来一个很有趣的问题，如果我很想知道这个价格，我怎么能知道呢？你如果问医生、问护士、问医生办公室前台的服务人员，他们是不会知道的，除非是那种很小规模的私人诊所，就是医生自己开这个诊所，也许他知道价格。多数地方他们是不知道价格的。如果你想知道价格的话，就要给医院的 billing office 打电话。你可以问他们 billing office 电话号码，然后你打电话去来问他们。而且就是据我个人的经验，就算是 billing office 的人，也不见得接电话的每一个人都会知道这些项目、这些检查项目的价格。我原以为他们应该有个数据库，然后是很明码标价的，但是事实不是这样。我曾经打过电话，我曾经想问过，辗转几次才找到一个人知道他还不肯跟我说一个很具体的价钱，他只能告诉我大概是在几百美元到几百美元之间的这样一个价格区间。如果你的状况是很正常的，不需要不需要多余的检查呀什么的，给我一个价格区间。说你如果的状况更复杂的话，还要更多检查，他就不能告诉你是多少钱。这可能和美国的那个法律很严格也有关系，让他们很犹豫去告诉你这样一个很确切的信息，因为怕万一之后和他说的不对的话，有可能病人就会说你为什么不遵守你之前告诉我的信息。但是多数地方你要看病的话是没有价格标码的，或者你可以去 walk-in clinic， 就是不需要预约的这些诊所，这些小的诊所它通常会明码标价。很常见的 walk-in clinic 不是在 CVS 的 Minute Clinic， 还有 Walgreens 的 Take Care Clinic， 这是2家美国很大的药店。药店它自己会有一个小的诊所，你在那里如果是比较简单的问题的话，那边是可以解决的。讲完医，就难免要提到药。等你看完病需要取药的时候，怎么来取？这和中国很不同的一点是，美国的医药是完全分家的。医院里面也会有他自己的药店，你如果愿意的话，你也可以在那里取药。但是还有很多药店在市面上参与竞争的，从3大药店 CVS、Walgreens and Rite Aid 3大药店之外，超市里面 Walmart、Target、Kroger， 基本所有是一个超市都会有他自己附属的药店，所以你是可以选择
让医生把处方发到某一个药店，这都是电子的。医生在给你开处方的时候就会问你愿意用哪一家 pharmacy， 你告诉他你要用，比如说 Walmart， 他就会把处方电子的发到 Walmart， 然后你去 Walmart 取。我觉得这一点还蛮不错的，这是很方便的一点。因为它的药店选择很多，所以竞争也很激烈，还会经常看到有些药店说，哎，你把你的处方转到我这边来，我还送你20块钱的 gift card 这样购物卡这样的东西。我觉得这市场竞争的结果。然后我要讲的是有这么一个选项叫做 auto refill。auto refill 就是自动配药。什么情况的人可以用这样自动配药呢？就是长期依赖某一种药物的人，比如说有慢性病、心血管疾病啊、高血压啊这一类的，你需要吃这个药吃1年，医生开的处方有效期是1年，但每次从药店能拿到的药的话只有1个月。这个月吃完，你可以亲自跑到药店，告诉他你的名字，然后说你还要再下1个月的药。也可以打电话告诉药房，说我哪天要来拿药，把这个准备好。最方便的就是上网去，鼠标点2下就可以解决。你告诉他都是在网上可以选择哪天去取药，然后去就不用等就可以拿到药。如果人去现场告诉他的话，反而你要等很久。我觉得这一点确实是我觉得算是先进的地方。这就是这一集关于这种General Review 这个医疗体系大概是怎么运作的，我这一集就讲到这里。我想很多人听到现在已经觉得好复杂，但是我告诉你，这才刚刚开始。你只看了这一集，还是不知道该怎么去看病。下一集我会着重来讲，在你有医疗保险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去看医生。好，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给我点一个赞，同时订阅我的频道。我们下个星期再见，拜拜。